既然所有的生命都要死亡，那生命的意义又是什么呢？这是一个最近很火的问题，但许多人却在一个叫欧维的男人决定去死这部电影中找到了答案。那是一部在16年就已经火遍全网的瑞典电影，只看名字的话，像是一个人想尽办法要去寻死。不过很多人看完却表示，在这里找到了活下去的意义。它真的治愈了很多孤单的人。如果你也对生活失望，我强烈推荐你看看它。这个叫欧维的男人临死前特意擦了点护肤品，然后穿上帅气西装，就要去安然赴死。在最后整理发型的时候，忽然看见了已故妻子的照片。老头笑了笑，好像在说自己马上就要去见你了，以后在那个世界你就不会再孤单了。可转念一想，自己这是要上吊呢，直接让妻子看着，他肯定得心疼啊，所以就贴心的让妻子看向了窗外。一切准备好之后，老头就要开始自杀了。他拿起提前打好的绳结绑在脖子里，把那头挂在房顶的钩子上，给脖子拉紧之后，欧维整理了一下衣服，正要下沉着安然赴死的时候，一阵声音打断了他。他抬头一看，有人在社区里倒车，还撞坏了东西。欧维怒了，他解下绳圈，警告男人这里不许开车。谁知邻居是新来的，不懂规矩，欧维就在前面帮他指挥。可那男人太笨，还撞坏了信箱，欧维只能亲自帮他去倒，一把就轻松入库，把钥匙给他一丢，便回去继续自杀。没想到邻居请了很多人来庆祝，窗户边上还有2个小朋友来玩。欧维觉得自杀的东西少儿不宜，所以就决定拖一天，明天再继续死。原来半年前他深爱的老婆离世，自己也被工作了一辈子的单位辞退，感觉人生无望的他，第2天继续寻死。这回他拉下窗帘，搬好凳子上去，仅仅花了1分钟时间就把自己牢牢套在了绳子上，因为他再也不想被别人打扰，只想着安安静静的赶紧去死。但突然门铃又响了，欧维看了一眼，本不想再去理会，谁知门铃越按越快，他气得解掉绳子，准备出去大骂一顿，没想打开门却是2个小朋友。欧维赶紧收起粗口，问他们要干啥，原来是为了感谢昨天帮他们停车，邻居给他送了份饭，顺便还想再借个梯子。为了让他们赶紧走开，欧维便同意了。这次回家他赶紧系好绳子，把凳子一蹬，心想肯定没人能再打扰他了。但人死之前都会回忆起自己的一生。原来欧维8岁的时候母亲就去世了，他父亲话非常少，就只关心汽车和发动机。那天欧维前去找他，却险些被火车撞到。老爸带着失而复得的心情第一次抱起了他，因为有些父亲的爱总是藏在心底的。10年后，欧维考上了当地最好的学校，父亲激动的想要分享给别人看，却在他最熟悉的轨道上被撞死。父亲走了之后，就有小官员要来强行拆除他家的房子，欧维当然不肯，他们就趁晚上强行把房子烧掉。现在的欧维什么都没了，只能到火车上打工，然后就在车厢里过夜。但幸运的是，在最黑暗的时刻遇到了一位女孩，她大大的眼睛，淡淡的眉毛，说起话来也温柔似水，就像是一位来拯救自己的天使。列车员前来查票，欧维没钱购买，女孩不仅大方地帮他买了票，还把欧维忘下的背包还给了他。这一刻，即使欧维再傻，他也知道自己喜欢上了对方，于是就每天都搭乘这趟火车。可坐了3个星期，依旧没有再见过女孩。好在老天给不肯放弃的欧维打开了一扇窗口，2人再次遇见了。可是这个笨欧维啊，他是真的一点也不会讨女孩子的欢心，只会尴尬地说些发动机啊、汽车啥的。还好在他要还钱的时候，女孩说你就拿这个钱请我吃晚餐吧。于是欧维就迎来了自己第1次约会。不过在这个嘈杂的环境中，欧维显然不能适应，他望着女孩吃饭，自己尴尬的又说起了汽车发动机的知识。他傻傻的以为自己喜欢的东西，对方也一定会喜欢上。女孩问他怎么不吃东西，欧维撒谎说自己在家吃过了。原来欧维太穷了，他身上的钱只够1个人吃，只有自己饿着，女孩才能点他想吃的东西多吃点。说完这些，欧维自卑的准备走掉，没想到女孩却稳住了他，这辈子就认准他了。刚想到这儿，现实中绳子却突然断了，欧维重重摔在了地上。看来用这个绳子自己是真死不掉了，要是被火车撞死的话，那应该很快吧。这个老头正想要站在铁轨上被火车撞死，没想到有个年轻人比他还着急，抢先整了进去。他看到边上的人都是一脸的冷漠，甚至还有拿个手机在那拍视频的。欧维看不下去了，他径直冲下去，趁着火车开到之前，说啥也得把这年轻人给救上去，然后就自己往轨道上一站，准备赴死。但这时候他又看到了年轻时候的自己，心想老爸就是被火车给撞死的，如果他知道自己也是这样的话，肯定会很生气吧。所以就在最后1秒又决定上来了。第5次自杀，他把汽车排出废气的地方插上根管子，再把管子放进车里，为了保险起见，还用胶带粘紧了会通风的地方。发动着汽车之后，放了一首老婆最喜欢的音乐，就准备安然赴死了。但他刚刚闭上眼睛，一阵声响再次把他吵醒。老头这次又没死成，真是把他气得够呛，一开门就把女邻居的鼻子都撞出了血。原来对方老公受了重伤，想让欧维带他去医院。虽然老头一点都不情愿，但还是带他们去了。本想送到之后就继续回去自杀的欧维，没想到邻居要他帮忙带孩子。虽然没有子女的欧维不太擅长，但还是很努力的去逗小家伙们笑。回家的时候，欧维想要冷酷的走掉，小家伙们都很喜欢的抱了抱他。后来还在他家门口发现了一只大肥猫，因为邻居小孩对猫毛过敏，所以就只能让欧维先养着。欧维把猫带到老婆墓碑前，说把它安顿好之
之后，我就马上去找你。可说归这样说，现在总算有个牵绊了，每天都会给猫做很多好吃的，就连邻居让他教自己开车也同意了。欧维教得很仔细，什么红灯停绿灯行，那都是基础版本的。要起步的时候，后面司机一直用喇叭在催他赶紧走，不过邻居越是紧张就越是出错，在接连的催促和出错之下，邻居给急哭了。欧维一看他这暴脾气可忍不了，问后面司机有没有看见车上贴的练习标志，听到那家伙喊他一声老头子，更气了，心想老头子是你能叫的吗？一把就把小家伙给整了下来，拿手指指着他的头，再低喇叭老头子就要你好看，你信不信？现在他和邻居也产生了感情，就像父亲和女儿一样，又重新燃起了对生活的向往。但这天他又碰见了那个烧他房子的官员，那人说他就是个烦人的傻子，老婆死了之后就更加混蛋了。欧维听到这些让他痛苦的言论，又想自杀了。这次他只想要用枪，要给自己来个快的。老头决定用这把猎枪打死自己。他转头看了眼小猫，生怕枪声会吓到他，就放了点音乐，然后为了不把老婆最喜欢的书架沾上血，就给遮了起来。等一切收拾妥当之后，欧维把枪对准了下巴，可试了一会儿之后，又把枪管放进了嘴里，好像怎么都不太带劲。当他横下心来，只想安心赴死的时候，又一次自杀失败了。气得欧维冲出来问他们要干啥。原来他俩被赶出来，现在没地方可去，想在欧维家住一宿。欧维二话没说，直接让他俩滚蛋。没想到俩小子说，要是桑雅老师在就好了，他肯定能让我们进去住一宿。欧维听到老婆的名字，瞬间破防，让他进来了。第二天，小伙不仅没在家捣乱，还替他喂了猫咪，也给他做了早饭。这是老婆去世半年后，欧维第一次跟人在一起吃饭。吃完饭后要去巡查社区，小伙也跟了过来，还有一边的小哥也加入了进来。欧维检查完指路牌子之后，他俩也跟着欧维的动作学了起来。瞬间，欧维从孤家寡人变成了拖家带口，好像又燃起了生的希望。不过他也听到了个坏消息，瘫痪的朋友要被送去养老院了，因为在他们那里，很多养老院是靠人数来领取补助金的。欧维后来就到处给相关部门打电话，不过也没人理他。邻居对他说，你为啥总想着自己去面对一切呢？大家一起想办法的话，不是更快吗？在邻居的感染下，欧维说出了自己的心结。那年老婆怀孕，他们搭乘客车出去旅游庆祝，虽然当时很穷，经常把自助餐吃剩下的东西留到晚餐的时候拿来吃，但过得也特别幸福。直到回去的时候，因为司机酒后驾驶，汽车翻下了山崖。欧维虽说没啥大事，但老婆就从此失去了双腿，腹中的孩子也夭折了。但欧维写信写邮件起诉司机和旅行社，却没人理他，很明显这是把上面买通了呀。好在老婆足够坚强，愣是靠自己的努力当上了老师，就算分派的学生是最差劲的，他也能用心的把他们培养成才。在欧维眼里，老婆真的是一个天使。只是半年前老婆走后，欧维一下子就没了活下去的希望。好在邻居们的帮助下，找到了那人贪污和漏税的证据，赶走了他。这一次是欧维和邻居们一起努力得来的胜利。正是有了这些朋友的牵绊，欧维现在也找到了活下去的意义。现在老朋友不用再去养老院了，欧维也由衷的替他感到高兴。只是他在回去的路上突然倒下了，医生说他这是心太大才导致的。邻居一听他居然心太大了，顿时笑得不行。可没想到一激动把羊水整破了，生下了他第3个孩子。欧维抱着心中的小孩无限的感慨，虽然他一生都没有自己的孩子，但现在这些小孩都是他的孩子。从此便很高兴地生活了下来。直到一个下雪的早上，邻居一直没看见他出来扫雪，就慌忙冲到他家中。这次欧维真的走了，不过那是自然的，猫咪依偎在他身上，想必走的时候肯定很安详。等邻居们参加完他的葬礼之后，欧维又醒了过来，他真的找到了自己心爱的老婆，从此他们肯定再也不会分离了。